美军2架侦察机遭到苏联军队的袭击。然而意外的是，不管美军如何逼问，飞行员坚持谎称飞机撞上了飞鸟，不敢承认遭到苏联军队的空袭，因为这是米国总统特意交代的事情，也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。1962年10月的一个凌晨，一架美军 U-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常规巡航，不久便发现了神奇的东西。整个古巴放置着不下30颗导弹，大部分都是具有远距离打击能力的核武器。从攻击范围推测，整个米国土地都处在导弹威胁中。为解决这一危机，米国总统肯尼迪向苏方提出抗议，要求他们立刻拆除所有导弹发射装置，不然米国将摧毁古巴境内所有军事设施。面对米国总统的威胁，苏联坦然表示，古巴境内的发射台出于防御性质，完全不会对米国造成任何攻击。但作为存有战争野心的米国，明白苏方这是骗人的幌子，米国总统只能自己商量对策。经过研究，高层总结出3个方案：安排空军摧毁古巴的导弹基地；第二，封锁古巴，防止苏方导弹向古巴运输；第三，上报联合国。商讨之际，美军再次派出侦察机，得知古巴的导弹数已经增至40枚之多，每一颗导弹都可以装载300万吨的核子弹，威力是广岛核爆的几10倍，并且苏联正在紧急部署导弹发射台，2周便能将这项工作完成。而古巴作为米国后援，一旦导弹部署完成，只需要短短3分钟就能击中华盛顿。面对如此紧迫的危机，坐不住的空军总司令亲自找到肯尼迪，要求他下令出兵教训苏方，并指责肯尼迪所谓的封锁和谈判是懦弱行为。肯尼迪坚持认为发动战争会带来伤亡，两人谈话不欢而散。自此，文将和武将之间火药十足。10月21日，在军方高层再次施压，肯尼迪终于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，宣布美军全面进入3级戒备状态，并集结了8艘航母、90艘战舰、68个空军中队，下令不允许任何一艘船驶向古巴海域。与此同时，美军在靠近古巴的佛罗里达州集结大量登陆部队，做好随时入侵古巴境内的准备。如此大动干戈的军事行动迅速传开，全世界人民开始恐慌。作为世界上2个最强大的超级大国，一旦爆发战争，将是全世界的灾难。有人开始疯狂采购生活物资，有人甚至直接住进防空洞。不知不觉中，肯尼迪似乎跳进了主战派的陷阱。肯尼迪秘密安排2架飞机前往古巴侦察，起飞前向飞行员强调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甚至飞机撞山坠海都没关系，就是不能说被苏军击中，否则主战派就有了开战理由。随后，侦察机为了拍摄对方更清晰的导弹部署，选择低空越过导弹基地。顷刻间，苏军发起了地面攻击。好在侦察机完成任务顺利返回，但机翼上留下的弹孔难以掩盖。经过主战派的一再逼问，飞行员依旧谎称撞上了迁徙的飞鸟。军方错失了第1次开战的机会，但不久第2次机会又来了。米军在南太平洋引爆了1枚氢弹，目的只是为了威慑苏联，但可笑的是，米国总统毫不知情。军方擅自引爆氢弹让肯尼迪恼火，谴责军方没有为米国人民的安全与和平着想。而国内的主战分子不以为然，他们恨不得早点跟苏方一决高下。10月24日，封锁古巴海域行动正式开始，五角大楼所有人坐立难安。如果苏方无视这则消息该怎么办？强行拦截势必会爆发战争。就在这时，海军发现异常，前往古巴运送导弹的不仅有苏联货船，还潜伏在后方的几艘苏联潜艇，而且潜艇已经获得上级授权，如果遭到敌方袭击，可对其进行核打击。吓出一身冷汗的美军迅速进入战备状态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。如果贸然拦截对方货船太危险，若放任前行，那封锁禁令岂不成为摆设？日后米国在国际上也会失去地位。于是肯尼迪总统命令美军驱逐舰，在不伤害苏联货船情况下将潜艇逼出水面。得到命令的驱逐舰立刻让鱼雷就位，怎知苏方货船突然掉头，米方欢呼雀跃，以为苏军认怂。然而事情没有表面那么简单，几10艘货轮掉头只是为了迷惑米国，还有6艘船朝着古巴挺进。这次主战派算是抓到了机会，偷偷将战备等级调到2级。顷刻间，数百架轰炸机腾空而起，导弹也进入激活状态，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。肯尼迪得知情况后，将主战派狠狠训斥一番。他开始担心这些人会发生政变。肯尼迪不再相信任何人，连一直重用的首席助理也不例外。尽管他的处境已经升级到极度危险边缘，可是对于肯尼迪来说，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，他就不想开启战争。在10月25日，他通过媒体发表态度，米国愿意撤出土耳其导弹的代价，来换取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。然而肯尼迪这看似软弱的行为，不仅激怒了五角大楼的军官们迫切想要发起兵变的心，还让苏联代表找到了合理的借口。苏方在大会上公然指责米国诽谤苏联，声称对于古巴的经济封锁是大国在欺负小国。肯尼迪瞬间明白，这不过是苏军的缓兵之计，目的只为了拖延时间。果然到了第2天，苏军第1批导弹已经部署完毕，剩下的将在48小时内全部完工，留给米国的时间不多了。双方的主战分子都在挑起这场战争。随后下达了进攻指令，米军派出空军全面轰炸古巴导弹基地。此话一出，主战派们都露出了激动笑容，他们想要的战争终于来了。但肯尼迪的助理知道总统是被逼无奈，于是试图找一个挽救局势的两全之计。他派出飞行员再次去试探。
没来得及撤退的美军侦测机被地面防空导弹拦截，飞行员尽力躲避，可还是命丧万米高空，消失在雷达中。米国军方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，主战方要求肯尼迪立刻开战，而此时的总统安静地看着窗外。苏联依然继续加紧导弹基地建设，封锁古巴海域的消息如同虚设，留给米国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导弹危机变得不可预测。然而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，在这双方都在争分夺秒的关键时候，苏方代表鲁班给米国带来了一封信，这次他改往日态度，要求米国撤掉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，来换取苏联撤军。肯尼迪看见信中的内容笑了，他终于明白原来鲁班也并不想开战。肯尼迪上任之初就打算撤出土耳其的老旧导弹，只是一直没有实施。不久前还在媒体上发表过这则言论。肯尼迪知道鲁班这么做是在安抚苏联的主战派，尽管如此，目前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2天就是约定的开战时间，米国必须要在明天拿到结果。肯尼迪派出作为司法部长的亲弟弟波比去见苏联大使。波比提出，只要苏方立即停止建设导弹基地，并且拆掉导弹接受联合国检查，米国将承诺绝不侵犯古巴。波比又提出，米国愿意为此提供一个秘密协议。他告诉大使，米国早就想退出土耳其的老旧导弹，计划在半年内就完成。苏联大使准备把这个消息带回去，与波比和平握手道别告别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整个白宫都在等待着鲁班的回应，一个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回应。10月28日，莫斯科广播里传来同意拆除古巴导弹的决定。自此，这场历时13天的核弹危机就结束。而古巴导弹危机是真实的事件。电影以白宫内和白宫外2个场景，描述了米国伟大领袖肯尼迪如何与米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斗智斗勇，以致最后导弹撤出了古巴，保卫了美利坚的国土安全。但这部电影所描述的米国不但充满着打脸，而且对比起我们可谓是自惭形秽。